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是从环球影城看中国经济的困局，这是一个综合的分析啊。那么我们会从中国经济的各个环节去分析当下中国经济的状况和它的困境啊。第二个是疫情蔓延，然后黑龙江、福建形势严峻。第三个是恒大债券如期违约，暴雷持续。那么恒大是会持续暴雷啊，你可以看到不断的在爆啊，这就是一个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它出状况，它会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啊。我们先讲疫情，我会快速的把前面这2个讲一下，然后我们开始进入今天最重要的前面这个中国经济。基本上我们会每隔一段时间会对中国经济进行一个总结啊。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结的一个这样的题目啊，所以我们准备的时间也比较久啊。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结论，就是对这个经济整体形势的一个判断。那么所以会晚一点哈。先讲疫情啊，疫情继续在福建和黑龙江蔓延，疫情形势仍然非常的严峻，特别是黑龙江的病例迅速增加啊。尽管他说只有3例，但是没有人相信啊。国家卫健委22号上午公布啊，9月21号新增16例本土个案，13个来自福建、厦门11、莆田2，另外三个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啊。那哈尔滨22号下午举行这个疫情防控发布会，啊。那么截止22号下午4点，已经新增加8宗8个本土个案，那么累计确诊人数达到了11人。那新增的8例呢是21号三名确诊病例的这个密切接触者啊。那么其中巴彦县有7例，那么分别居住在兴隆林业局、这个安民家园、平安居、安民新城、文化家园、恒隆花园。然后南岗区有1例，是住在哈尔滨大街这个爱达小区啊。那么从这个9月22号开始，巴彦县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小区，一个是利民家园，一个是安民家园，调整为中度风险啊。那么哈尔滨就开始封城了啊，封闭密接小区啊。然后是哈尔滨全市23号午夜前进行核酸检测，那么全市停止疫苗接种3天。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疫情越严重越应该打疫苗，为什么要提迟疫苗？大概就是疫苗无效啊。巴彦县，那么除超市、药房，所有密集场所全部关闭，当地的公共汽车、出租车啊，那么这个长途客运啊，那么交通工具停运啊。现在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22号到哈尔滨啊，如果只有11例确诊病例的话，你觉得他需要派专家组去吗？啊，然后黑龙江省委开会啊，那么表决心啊。那么呃我们之前讲的哈尔滨的这个李某某，就是打了3天这个牌，叫什么？这剧本杀3天剧本杀的这个李某某，他被网民人肉搜索，身份已经在网上公开啊。他说我现在正在接受网络暴力啊，就是在国外工作不要回国的那种啊。那么他说我也配合国家配合政府要求去做核酸检测去做隔离啊，我也不知道我得了疫情。那然后这个没有说在一起玩剧本杀的人全部中招，但是我觉得
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些社交，他给自己辩护啊。那么福建讲福建，福建21号增加了13个确诊啊。那么厦门有11个莆田有2个。那么厦门新增的确诊数字超过莆田了啊，所以厦门现在是重点。那么厦门从12号开始，今天是22号，那么整个10天时间，本土确诊累计已经达到194例啊。那么21号就增加了11例，同安就占了9例啊。那么基本上现在，整个的厦门或者整个的福建目前处于一个焦灼状态，基本上处于特别是厦门和这个莆田仍然处于封闭状态啊。那么这次福建呢，国家疾控局的副局长孙杨，在这个会议上说这次福建、厦门的这个疫情突如其来，势头很猛。那么从目前来看，形势十分严峻。他说，我们这次面临的病毒非常危险，传染性高，潜伏期短，所以防控的方法就是3个字：封、筛、隔。封就是封控筛就是筛查，隔就是隔离啊。那么风控一定是足不出户，要管控到位服务到位啊。筛就是核酸筛查，不断的进行核酸筛查啊。隔就是集中隔离，迅速隔离啊。那么厦门表决心孙春兰是18号到福建，那么20号继续视察，他视察了漳州跟厦门，那么大概是这样啊。疫情现在的情况就是福建这边呢，还没有完全开始往下走啊，疫情处于焦灼状态啊。然后这个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呢，就这个爆发的速度很快基本上是这样啊。然后又说是输入型，其实输不输入不重要，输入它是为了给自己找台阶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恒大，恒大债券如期违约啊。那么9月22号，深交所发公告，恒大地产。那么9月23号到期的公司债20恒大04本来应该支付利息那么现在已经场外协商解决了其实就是没办法支付。那么这批利息应该是2.3亿那么彭博社认为这次还款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抚市场的这个焦虑不过在9月底，恒大仍然有2笔债券即将到位，都是要付息的。一个是9月23号，就明天，就是要支付8350万美元的利息。另外一个是9月29号，也是要支付4750万美元的利息那么到9月底，恒大地产还需要8.47亿人民币的资金支付这两笔债券的利息如果到还款它会有一个期限，还款日期后的30天不能付清利息，那么这2笔债券就违约那么恒大到现在还没有讲他怎么付这笔钱理论上来说应该会是违约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恒大的债券市场，这个连滚带爬，基本上，贝莱德 BlackRock，今年的1月到8月增持了3130万张恒大债券那么总金额是4亿美元贝莱德是总金额是4亿美元。那么
汇丰是今年1到7月增持了恒大债券啊，恒大债券，然后总金额是3100万美元。瑞银是增持了25%的恒大债券啊，然后富达、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安联等大型基金在2021年减持恒大债券啊，大体上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啊，恒大对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是通过什么影响？它是通过债券影响啊，它在海外发行了200亿美元的恒大的美元债，这美元债通常是被这个大的这个基金在持有。那当它债券违约的时候，那这些基金就会受到损失。这些基金受到损失的时候，债券市场就会受到冲击。它的这个链条是这么走的。好，我们现在把这两个问题、这两个议题我们都讲完啊。就恒大这件事情不会停啊，它会不断的持续的暴雷，因为它资金链断了。当它资金链断了的时候，它到期的债务，包括债券，包括银行贷款，包括它和其他企业签订的名股实债的这个合同，都会不断的暴雷。也就是说，很多企业会因为它没办法还钱，出现什么？出现破产，这就是我们讲的连锁反应。连锁反应讲的是这个啊。好，我们讲第三个议题，从环球影城看中国经济的困局。我们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角度是北京环球影城是9月20号开业啊。那么9月20号开业，环球影城和北京市政府是2001年签的合作意向书啊。那么到今年正好整整20年，环球影城才开业。那么目前呢，环球影城的员工有14000人啊。那么它就近嘛，因为它在通州啊，那么就跟通州的4所职业中学、职业高中签了一个合作意向，就是招聘他的员工啊。那么我们就讲讲这个环球影城后面的故事啊，就是前面是个欢乐的场景，后面的故事，后台的故事。环球影城的员工呢，有员工宿舍啊，有9000人住在他们的员工宿舍啊，他14000人啊。那么9000人住在员工宿舍，员工宿舍3人一套啊，3居室啊。那么每月住宿费是600块啊，也不贵，的确是不太贵。那么环球影城在2019年就建好了它的14栋员工宿舍，那么可以容纳9000名员工啊。它的伙食是这样的，伙食是每个月员工可以收到21张这个正餐和简餐，正餐就是午餐，简餐就是早餐啊。那么收到上班21天，发21天的，一个是午餐，一个是早餐券啊。但是如果你要吃的话，另外吃的话就是25块钱正餐，10块钱简餐。工时每个季度500个小时，500个小时你算一下21天，每个月21天，基本上就是一天8小时。超时计加班费，按照一个季度算的话呢，这就是会算账啊，就请了很好的 HR。那么一线的营运人员，他们是按照早中晚3班倒啊，有领班安排，让你上哪个班就上哪个班。加班的情况很常见，但是不管怎么加班，到季度末没有加班费。为什么？它就可以拉开，把时间拉得越长，其实这是违法的啊，应该按照月来计算，按月来计，因为你安排的工时少了，你不用，你扣不回来的嘛，对吗？那么你把这个时间拉长到1周，那你就拉上补下，那加班就收不到加班费，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工资，其实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工资。那根据现在的报道啊，这个一线
环球影城一线工作人员、运营人员的工资是4500啊，4500扣掉五险一金，到手3500，再扣掉600块钱的住宿费啊，就是租金啊，房租，实际上是只有2900块钱。那么领班会高一点，领班是5100，只比他多了600块，5100，然后高级领班就是6600。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这是核心。如果按照现在他这个环球影城在北京，按照北京现在的生活水平来看，基本上一个年轻人需要基本的消费，手机啊，这个是要日用品，你日常的日用品要，然后你还会要置办一些衣服啊，其他的东西啊，包括你还要去年轻人现在你还要出去跟别人见个面什么的，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一个年轻人按照2900到手里的这个钱，基本上他不会剩一分钱，他不会有任何的剩余。如果这个年轻人他还要往家里寄钱，寄个1800-2000块钱的，他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消费。这就是现在环球影城工作人员的情况。你想一下，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如果这是从农村来的一个孩子，他面对一个这样的收入水平的话，他基本上干什么？这600块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我们对比什么呢？我们对比一下迪士尼啊，迪士尼的员工是10000人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抓出来的这个工资表，信息中心的服务员是3到5千啊，西餐厅的服务员是4500到6000，客房服务员是4000到4500，那个客服经理是10000到15000。基本上你可以看啊，基本上环球影城和迪士尼的工资水平相当啊，相当。那么我为什么要举这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足够大，如果它的工资水平不能够和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供应相匹配的话，它基本上没办法招到人啊，或要么呢，它就是营运成本太高啊。那它这两个工资水平，你看，一个是在北京，一个在上海，是中国最顶级的城市啊，这是第一个啊，中国最顶级的城市。然后它在娱乐行业，大家知道娱乐行业啊，然后而且是服务行业，娱乐行业、服务行业谁最重要？人最重要啊，又是核心的成员。然后你可以看啊，然后它又是外资企业，而且不仅仅是外资企业，是非常有名的外资企业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工资水平说明什么？在一个中国中心城市啊，它的工资水平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体经济水平非常低迷，因为它现在提供的这个工资，就是迪士尼也好，环球影城啊，这全世界的名牌企业，它没有提供任何的溢价。以往，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它通常会给一定的溢价，就稍微比当地的水平要高一点。这个溢价是什么意思呢？溢价是一方面给自己买保险，就是给自己买保险，就是我多给一点，这样的话省得纠缠，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它背后啊，其实除了工资以外，还有其他的利益啊，benefit 啊，其他的利益。这比如说企业非常的稳定啊，它不会倒闭，你相信它不会倒闭，风险非常小，工作非常稳定，它有很多的利益。但是我们就不说，我们就给现金。从现金的情况来说，它没有给溢价，这是第一个。没有给溢价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给溢价的原因，通常的情况是供给充足，就是当它有足够多的供给的时候，它就不用再给溢价。其实你从这个环球影城，从迪士尼的这个工资水平，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现在非常的低迷。我们再对比一下，对比什么呢？环球影城，对比日本环球影城跟美国环球影城，你再看一下，日本呢客服啊，一个是客服，一个是支援人员，
它的时薪是1060，它是按时薪算，时薪基本上是算零工了1060日元。那么每天工作7.5个小时，那么每周工作5天算，那么它的月薪是多少呢？16万日元和9500人民币，这就是他的一线工作人员是9500，比中国要多1倍，日本比中国多1倍啊。其实日本的生活成本，你看到日本的生活成本，肯定不会比中国高多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的环球影城，它景点的员工其实就是一线啊，收银员、售货员时薪$11，很低的了，在美国啊。它的月薪是多少？月薪是2420啊，这已经是非常低的了啊。合多少钱呢？合15633人民币，大概是中国的3倍啊，大概中国这个情形你可以解释什么？就是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名牌企业名牌外资企业跑到中国去开店啊，他的员工的工资是一个这样的水平。我们结合当初这个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上面讲的这个6亿人，他在2019年讲的，2019年他讲6亿人口，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但是现在会比当时好呢？我觉得现在没有当时的情况好，现在的情况比当时还要恶劣。为什么？我们可以讲，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看到中国消费不振的情况啊。虽然我昨天看到一个数据，讲这个去年全世界的奢侈品是下跌的啊，美国、日本、欧洲都在跌，都是以多少？都是以30%以上的下跌。但是去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是涨的，涨了40%多。中国消费品奢侈品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它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金字塔型的这种社会结构，就是说中国顶部的这些人，他完全没有受到经济景气度的任何影响，而且中国现在开始降低奢侈品的进口税，所以很多奢侈品在中国开店，在中国一开店，他就不需要去香港了，直接就在哪买，本地就买了，所以奢侈品在上涨。中国的有钱人没有受到经济的影响，他们消费力仍然很强，但是中国广大的中低阶层，他们的收入在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消费不振的原因啊。我们看数据，8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39395亿元啊，比去年增长了2.5%。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上增长多少？0.9%。大家知道，中国上半年中国经济还是增长了2.几啊，3点几啊。那你想一下，经济是增长的，可是消费只增长0.9%，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下，去年上半年疫情，下半年复工复产，今年全面恢复啊，这是中国经济描述，中国官方描述的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态势。上半年疫情影响，下半年复工复产啊，经济恢复，然后今年全面恢复啊，整个调子是这么评价的。可是结果呢？结果是到了今年的8月份，中国的消费水平回到了去年8月的水平，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真的拐头往下走。另外一个数据也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数据？一个城市的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这个很重要，这是个敏感的数据，中国官方不公布今年上半年的数据，这是我们对比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经济情况啊。我们先说几个周边的城市，台北
台北的空置率是2.1%，非常好啊。香港是10.3%，啊，这个情况非常的恶劣啊。香港很少这样，香港的情况是多少？香港是17年新高，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到10.3%，说明什么？说明香港的经济非常差。然后呢，到了谁？到了澳门，澳门的空置率13.5%，那澳门就是经济非常的烂的问题啊，不是差的问题。你对比啊，台北是2.1，说明台湾的经济非常的畅旺。香港的空置率达了10.3%，17年的新高啊，租金持续在下跌。大家知道，租金和空置率是成反比啊。然后我们看到北上广深啊，这个广州11啊，11还好啊，11%还好。虽然广州的这个北上广深4个城市一线城市，广州租金最低，所以它空置率相对比较少啊，比较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北京15%，北京是中国租金最高的城市，形势很严峻，已经到了15%了。好，上海20%，啊，最厉害的是谁？23%的是深圳，深圳是23%，深圳23%，这是一个整体情况。深圳最旺的最新的新贵是哪里？前海，前海写字楼空置率有多少？40%。深圳的经济非常严峻，中美贸易战打来打去，打的都是深圳啊，华为在深圳，中兴通讯在深圳，那么高科技企业、制裁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大概有一半以上在深圳，然后暴雷又爆到深圳，P2P 暴雷，P2P 暴雷有一大半在深圳，一小半在杭州，所以杭州影响也很大。所以 P2P 暴雷之后，深圳写字楼的空置率就没下来过啊，所以深圳现在23%啊，全国中心城市有19个城市，它的空置率超过30%，30%什么概念？那多少企业要破产啊？其中长春、无锡、南昌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超过40%啊。我念一下这几个重要的城市，它的空置率：杭州18%，成都22%，南京23%，苏州25.5%，重庆27%，青岛30%，福州30%，厦门32%，大连32%，天津34%，天津都34了啊，长沙35%，武汉38%，武汉当然受疫情的冲击了啊。所以你可以看，从消费来看，从写字楼空置率来看，中国经济现在非常的差。它为什么这么差？我们总结了一下啊，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疫情。我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差，就是各地持续爆发疫情。各地持续爆发疫情，很多人觉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没那么大，但是其实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比大家想象大得多啊！为什么？中国疫情的策略就是刚才那个人讲过啊，刚才那个叫什么疾控局的副局长，就是封塞隔啊，封塞隔是针对控制疫情的措施而言，实际上清零政策主要措施就是3个，第一个封停，封停就把大家关回家里去啊。第二个叫阻断，阻断就是阻止人员来往。当你阻止人员来往的时候，所有的物流都会停，物流就运输都会停。阻断啊，就是封停、阻断，然后是核酸检测，不断的核酸检测啊，这就是它的疫情的清零措施。清零措施会有2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什么？整个城市突然会停下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整个城市一下停下来，城市一停下来，它和城市关联的经济运行全部都会中断，这是第一个影响。
当然现在呢，它的封停跟去年的封停不一样，去年封停直接把整个城市围起来，封掉。今年呢就稍微智能化一点，哪里有了停哪里啊，是稍微智能化，但是这种智能化没有用，为什么？你要知道，你停了这条路，那其他的路其实是过不去的。所以它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它会中断这个供应链，不断的中断供应。你比如说深圳的这个盐田港一出事儿，开始这个盐田港外面就开始停了一堆的船，卸不下来，走也走不去。这是一个，你比如说南沙一出事儿，好一堆的船又在广州港停的，上海也是，上海一出事儿，哎，整个的上海港啊，不要宁波港都出事儿，都持续，今年没有停过，疫情根本没有停，疫情让中国的经济没有办法正常运转，因为大家知道经济运行其实是需要3样东西啊，第一个就是你在现场能够正常运行，比如一个工厂，你工人得等了，你得能够上班啊，你得正常运行，这是一个现场。第二个是物流、交通运输，你一个工厂你要原材料进来，你要产品要出去，交通运输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你整个的社会得正常，各种各样的都得正。你就算你午餐供应不上你也没办法正常运行。所以整个的经济被阻断，不断的被阻断，各个地方不断的在阻断。疫情对中国影响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碳排放，碳排放政策开始全面落实，这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共的政策的这种蛮横啊。它有个政策叫能耗双控，能耗双控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能耗双控一升级就开始限电，限电开始限产。我们举个例子，铝的铝生产企业大幅削减产能啊，那么削减产能的后果是什么？铝价不断的走高，因为铝厂不断的削减产能，不断的减少生产。理论上来说，你价格往上跑，你铝厂应该使劲开足马力生产，因为你有钱挣大钱。那不行啊。所以呢，你看哈，铝价到这个星期到了多少？23,895一吨，创15年来的新高啊！云南省发改委这个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坚决做好能耗双控有关工作的通知啊，要求呢什么呢？持续生产管控啊，确保铝企业9月到12月月均产能不高于8月的要求，提出个这样的要求。所以你看，现在政府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是很强的啊，干预是很强的。到了9月17号，上市公司叫神火股份发一个公告，说由于电力供应紧张那么云南神火用电总负荷大幅下降，产能被迫这个停运20万吨，就是它总共有75万吨，停掉20万吨，只能生产什么呢？55万吨。然后它新建的产能叫二系列三段15万吨的这个产能不能启动。那么从5月10号开始，云南电网对它云南省的这个电解铝的企业实行控制用电供电，电解铝全靠电。那然后就这个神火股份就从8月份开始，严格按照限产的要求组织生产，这就是影响啊。这个政策的实施导致什么呢？导致云南神火产能75万吨的产能只能减少20万吨，
另外呢，15万吨已经投产的无法投产。那年初制定80万吨的经营计划不能完成。什么叫能耗双控呢？能耗双控是15年18届五中全会提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中全会啊经常过的政策，不要以为只是说算了，不是的，是有影响的。它就全称叫什么？叫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一个是总量，一个是强度，强度去增长啊。双控的行动，就是按照每一个省一个省的给你指标啊，通过这个消费总量，通过消费强度啊，消费强度就是单位能源消耗的比例啊，进行控制目标，对各级政府进行考核。这个考核很重要啊，政府的考核直接影响官员的前途，所以近期出的政策是什么？8月12号，发改委印发了今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的晴雨表。那么只有不到一半的省，那么这个能耗强度下降，那么8个省一级预警，5个省2级预警，然后他就开始这个一预警的时候，各个省就开始紧张，就开始限产啊。然后发改委要求确保完成全年能耗双控目标，特别是强度要降强度，你一要降强度就怎么样？就对那些高能耗的企业进行限产。然后呢，就提出一系列的考核目标，然后你看，如果你没有下降，后果是什么？暂停两高项目节能审查，一停这两高项目，这个省的这个投资项目就上不去了。所以发改委是权力很大的。然后9月16号，发改委又出了一个什么呢？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方案啊，提出严格制定各个省的双控指标，在国家层面进行控制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推行这个能源指标的市场交易，全面收紧考核指标的内容，力度继续加大啊，继续加大内容的后果是什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8月份全国发电量环比下降，八月份的发电量比7月份在下降，这第一个。第二个，焦炭、粗钢焦炭、粗钢是什么？就是钢铁，钢铁的原料啊。水泥产量明显下降，铝产量环比下跌，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高能耗的工业品价格普遍上涨，因为你产量下降，普遍上涨。螺纹钢今年5月达到高点啊，然后3月份开始，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啊，那么而且越涨越快。铝的价格持续上涨，我们刚才讲了，水泥价格7月份快速上升啊，然后你一看这个情况就开始出现了什么？整体经济开始出现了混乱啊。怎么个混乱法？我跟大家说，第一，煤炭价格暴涨。那么煤炭价格暴涨是从8月份以来特别是8月份以来，煤炭期货的3大品种，近期双焦价格不断的飙升啊，尤其是8月以来，焦煤、焦炭现货价格屡创新高，然后就是7月份焦炭的期货价格累计上涨31%，这是非常大的涨幅啊。然后焦煤期货价格涨了50%，动力煤从8月份的750块钱一吨，大家记得吗？去年12月份涨到了1200，今年又回到了多少？回到了1000块。1000块是什么概念哈？当动力煤的价格超过900块的时候，电厂就要开始亏损啊。它现在是1094，累计涨了多少？46%。
当动力煤的价格超过电厂的成本的时候，电厂就会怎么样？电厂就会停止发电。我们后面讲限电的问题啊。然后什么？第二个呢，就是铁矿石，铁矿石价格开始暴跌，所以你看中国经济现在开始乱啊，开始乱，开始紊乱。它的一个减排就是双控的这个任务一下去，在各个行业开始有反应，它不管不顾，基本上不管不顾啊。然后这个受这个能耗双控政策，247家钢厂的数据显示，这个星期钢厂高炉开工率73.57%啊，那么环比上涨，比上个星期下跌1.43%啊，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84%，这就是钢厂的开工率只有73%啊，还在下降啊，持续在下降。钢厂开工率下降意味着什么？很多厂都已经不开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7月份河北省粗钢的产量下降20%，河北省啊。然后由于钢厂的产量下降，意味着什么？铁矿石的价格就开始出现暴跌啊。那么铁矿石价格暴跌，从7月16号开始一路下跌，最高点是1132，一直跌到现在多少？761，跌了多少啊？20号是777，一个月跌了30%啊，创去年10月份以来的新低。现货价格从历史高点跌了多少？40%。目前铁矿石港口库存是1.3亿吨，再加上港口外面的船，大概是1.5亿吨啊，离历史最高点的1.7亿吨已经差不多了啊。这是第二个，铁矿石价格暴跌。铁矿石价格暴跌，结果是什么？而现在的钢铁的价格是历史同期最高，那么钢铁企业就赚大钱啊！你去年是钢铁企业赔的要死，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大起大伏，这个经济管理基本上是还是那句话，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基本上一塌糊涂。那么螺纹钢9月17号到18号统计啊，江苏钢厂的螺纹钢，这个它的利润已经超过1000元，是今年7月同期的5倍啊。那么你想一下，钢铁的价格暴涨，钢厂当然挣钱啊。今年上半年，宝钢、鞍钢，总共这几些21家钢铁企业，净利润增加了100%，啊，去年还在赔的要破产，今年利润增加100%。好，第四，煤炭价格暴涨导致什么？导致各地开始出现限电，这个在今年5月份发生，这个在去年年底也发生。一个国家的经济没办法正常，为什么？因为价格没管理好，价格没管理好导致什么？导致我们讲900多块钱，差不多是电厂可以容忍的最高的价格。那煤炭价格暴涨，然后呢，电价政府控制，你控制终端，你不控制前面，结果什么？当你煤炭价格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电厂就开始干什么？停止发电，因为它亏损。这个第一财经报道说广东有2台装机容量分别是50万千瓦的火电厂，它有2台50万千瓦，合在一起是100万千瓦，其实是个小电厂。它怎么办？它把其中一台关掉，另外一台开一半，就是这样啊。这就是现在广东省各地限电的原因。9月25号，东莞的一家制造厂的老板叫吴德，他收到这个东莞供电局后街供电分局的短信通知。这个短信通知这么说，他说由于我省目前电力供应紧张，
按照保民生、保公用、保重点的原则，根据市发改局关于高能耗等企业实施错峰用电的通知要求，贵户于2021年9月22号到26号每天全时段停止工业生产负荷用电，停电就是整个的拉电啊，这等于是5天停5天电，这就是东莞的情况。佛山部分地区，汕头、揭阳也开始停电限电啊。佛山大力的工业用电收到当地供电局的限电通知啊。那么执行什么？从9月16号每周开2停5，开2天停电，让你2天开工停5天啊，这是用电5级用电方案。汕头是开2停5，也是开2停5。那么限电计划是9月17号开始。揭阳更惨，开1停6，这怎么够？你说这个生产怎么进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其他的省啊。那么最突出的是谁？江苏。彭博社的记者采访了10多名企业高管和地方媒体还有研究人员说，江苏很多工厂已经减产甚至停工啊，这其实跟云南差不多。而且这次限电规模史无前例，从9月份的第2周开始啊，那么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能耗双控，江苏的没有达标，于是就开始限电，这政府就是乱来，这政府是胡作非为。江苏省它的制造业占经济的40%，包括电子、汽车、服装，那么还有石化啊，包括什么恒力石化、东方盛虹、沙钢啊，他们占中国钢产量的10%。现在江苏已经有10多家钢厂已经停产，啊，直接把它电拉掉。然后呢，这个限电会持续到10月，甚至到11月。好，大部分的钢厂都收到了减产的命令。然后江苏省的家电和服装企业停工啊。地方政府开始路灯、霓虹灯晚上关闭，省电。超市、商场缩短营业时间，尽可能减少使用空调和电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混乱状况，为什么？因为开始电的问题，电的问题往上追就是煤的问题，煤的问题往上追什么？供应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有几个隐忧啊？中国经济现在有几个隐忧，第一个隐忧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前面有个雷，就是恒大啊。恒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恒大现在的情况就是它的雷户不断的爆，它会向国际金融市场输出风险，在国内市场，国内的债券市场也会输出风险。然后慢慢的，当它的债券不断的到期的时候，或者债务不断的到期的时候，它会对其他企业产生连锁反应。这是恒大，恒大这个雷不会停，它会持续下去，会持续下去。中国政府有2个选择，短痛就是一下子把它方案出来啊。昨天我收到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不大相信啊，就是说讲这个恒大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说是恒大披露的有误导性啊，说什么？他说这个许家印已经把恒大掏空了，这个我们早就说过，恒大连年10几年来没有停过，这一直在分红啊，它没有积累啊，掏空是会计范围你掏不空啊，能掏的就是利润啊。然后就是对，他就说这个恒大有2万亿的债务，这2万亿的债务呢，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取决于2点，第一点就是债务的周期啊，短期债务理论上来看是3000亿啊，
就是1年内的债务，1年内的债务3000亿，这3000亿是问题的关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有没有办法用肢解的方式把它的资产变现来还这些债？可能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还是必须报。报的后果就是有企业要倒闭，就会有连锁反应，就看这连锁反应有多大。那这种连锁反应可能最终的受害者是谁？银行啊，这是问题的关键。那么银行能扛多大？这是个问题啊。这是第一个，房地产第一个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恒大这个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市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房价开始跌了啊。那么最新的说法，势头最猛。现在情况是什么？全国房地产市场，一线城市势头最猛。一线城市最猛的势头是深圳。深圳上个星期有一个楼盘，这个全体业主要求退房啊。这个楼盘呢是高端楼盘，在龙华。其实是去年12月就已经交楼，去年12月份已经交了楼，现在要求集体退房，原因是什么？跌，价格跌了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样，房价涨了那没事，房价一跌你麻烦就来了啊！为什么？因为中共没有底线，中共做事没有底线，这个社会谁都没有底线的了，反正谁能赖就行。你不赖，你应得的东西就得不到；你不赖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都得不到。反正就这样赖，就是耍赖，这是一个耍赖的社会啊。所以呢，这个房价跌了，跌了多少呢？大概跌了1/3，就是二手房，它现在的就是这个新的楼盘，二手房的价格啊，周边的价格大概是现在的2/3，它跌了1/3，这就是为什么全体业主要求退房的原因。大家觉得当初买贵了，他当时应该是，龙华最高端，定位就是龙华顶级的楼啊，十几万一平方，十几万一平方，我讲印象中是。所以你从这个案例你可以看出来，房价实际上就是已经跌了。当房价开始下跌的时候，整个的故事就不一样了。就说你说之前讲3、4、5线城市，4、5、6、7、8线城市，它房价怎么跌，不管，影响不大，因为这局部性。但是当你一线城市房价开始跌的时候，这个局就不一样了啊，局就开始往下翻了啊。那有人会讲，那政府把所有的调控措施、限购现在的措施撤除，房地产不就涨起来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要低估老百姓的智慧啊。老百姓知道，当你一限购的时候，要赶紧去买；当你一开始不限购的时候，就要赶紧抛了。所以政府敢不敢撤掉这些限购措施？我认为政府是不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当你去撤除这些限购措施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房价真跌了。所以，所以撤除限购措施并不能挽救房地产市场。这是第一个，房地产市场。第二个，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情况是什么？金融市场的情况是资金开始外流，资金开始走。今年上半年开始的这个政府的习近平的各种灭霸响指啊，各种灭霸响指，最终打击的是谁？最终打击的是华尔街和华尔街后面的国际投资者。国际投资者找不着北，懵了都在赔钱，没有人挣钱。过去10几年挣的钱，这一下子全赔进去。所以中国的资产变成什么？中国的资产变成了票房毒药。
所以资金在外流，价格开始往外走，开始退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房地产跟什么有关？房地产跟最直接关联的就是金融市场。房地产，我们讲房地产的拐点的核心是什么？中国房地产拐点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信仰的崩溃。那么当你房价开始真正的下跌的时候，信仰崩溃就开始加速。当你信仰加速崩溃的时候，资本市场会怎么样？资本市场一定会有反应。那你想想，你想香港股市，你看得很清楚，香港股市最直接，只要地产股一跌，整个股市就跌，因为房地产占这个股市中的比重非常的高，你能不跌吗？一定会跌。所以呢，市场冲击就开始来了，这就是第二，就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个隐忧啊。第四、第四季度啊，我们四季度马上就10、11、12，四季度马上就来了。四季度你大概可以看到什么呢？其他国家的疫情开始慢慢的消退了啊。这一轮疫情消退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疫情就受到控制了。为什么？因为疫苗，全世界都在打疫苗，这疫苗打下去之后，疫情会慢慢受控。疫情一受控，订单就会跑掉。现在支撑中国现在支撑大局的唯一的因素就是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经济现在根本就没法看。那当其他国家开始恢复的时候，订单就会离开中国，那个时候情况会更恶劣。这就是我讲的中国经济当前的3个隐忧，重大的隐忧。那现在的总结一下，中国经济开始有点混乱啊。中国经济开始混乱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经济开始混乱的原因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互相拆台，不管不顾。基本上我就讲，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就是相互拆台，不管不顾，这是核心问题啊，这是核心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对经济有多大的影响？你想一下，这个能耗双控政策，你可以从发改委的一系列的政策往下看下来，它完全不管经济运行的正常的规律，它直接一刀切下去，这一刀切下去，整个经济就乱了套，基本上就乱了套。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别以为它钢厂跟我没关系，跟你有关系的。当你煤炭价格上去，跟我没关系，跟你有关系，你电都用不上，就这个影响。所以现在的经济政策总结就是两个成语，一个叫相互拆台，一个叫不管不顾。不管不顾，相互拆台，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的混乱。整个经济的混乱，你就把过去20年的积累，就慢慢的消耗殆尽。这就是你别看你家底厚，家底慢慢的都给挖光了。你看去年，其实中国的家底是从2018年开始消耗，持续的消耗，疫情大消耗一把，然后今年开始大消耗一把，持续的消耗，这没多少，所以家底应该差不多就开始要往外翻。这就我之前总结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就像什么？就像《红楼梦》。现在你可以看到结果慢慢的要出来。好吧，那我们今天讲了1小时，我们今天就把中国经济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啊，这个我们还没有展开，就是基本上我们把一些现象拢在一起，分析它背后的原因啊，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一下啊，明谢 Helen， 谢谢
温金涵，谢谢 Jackie 平，谢谢 CW，谢谢唐伟，谢谢吉吉鸡，谢谢啊。情况，环球影城给的工资确实低，他们有一批人力来源是当地拆迁户的子女。我家也在北京城东，身边有很多朋友家里有房出租，现在当地社区干个闲差，工资三四千，只为了交社保。最近通州南街正式开始拆迁，OK。情况：北京环球影城一线工人如果扣完五险一金，到时候3500左右；如果住员工宿舍，扣掉600元住宿会自动扣除，也就2900啊。情况：我表弟苏州一个派出所警察，18年考进去，工资是我的1半，公积金是我的3倍。过年过节，苏州公安局会给外地的家属寄过节礼品，去年中秋给寄的是特供海鲜。对这些，习近平的做法是对警察、武警、军队、公务员放水放水。情况：今年9月，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政权基础啊，政权基础就靠这个，不是靠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的这个事儿他不管，就管这些人啊。情况：今年9月，水貂皮草生意不受影响，但是中价位的服装非常惨，不如上半年的1/3。奶茶店的生意也下降了，说明什么？中国的上层没有影响，因为他们可能生活成本还低了，他们的收入没受影响，所以你可以看水貂皮的生意不受影响，但是中价位的服装非常惨，为什么？中产阶级的收入非常的差，这就是情况啊。奶茶店的生意也下降，当然，低下阶层的这个收入也在下降啊。情况：深圳连锁店连锁店餐厅减去保险住宿，也就深圳连锁餐厅扣去社保，扣去住宿3000多，还自以为各个月是月入过万，结果各个月入2-3万，那广州的工作的人都跑来了。OK。情况：刚刚从恒大员工处了解，恒大开始拖延中层以上职工的工资。通常恒大发工资是每个月的2号到20号，2号和20号，如果遇上周末假日会提前发放。9月20日的工资本应该中秋节放假前发放，现在节后都上班了，工资还不知道在哪里。一般职工没有拖延。观点：200亿美元债券的敞口分散在大量的投资机构，比如汇丰是2.06亿美元的恒大债，还不如上次汇丰支付的法律和和解费用，所以对于海外基金来说不会有什么负担，对海外影响可以忽略。错，你知道这些损失是什么？这损失是纯利润，你忘记了，很重要。谁说没影响？没影响试试，我们走着瞧啊。提问：怎么理解外围股市受恒大影响下行，但是中国股市居然不受影响？中国股市我不评，那是个赌场。外围为什么受影响？外围受影响我们之前说过了。提问：破产公司的重组是否意味着恒大的金融产品就不需要兑付了？当然要兑付啊，但是如果破产的话，你要排队。借的债的越多排的越前，借的债越少的排越后啊。所以恒大的金融产品要兑付，第一时间要拖很长，第二你兑付的比例会很少因为你排的后啊。情况：我有汇丰海外银行账号，汇丰银行华人客服加微信，天天推各种理财产品，爆雷的理财产品也都是这些海外银行打包卖给投资者。银行没多少损失，损失的是那些被忽悠的投资者，非常对。情况：坐标上海，我租住的这边小区空置率很高，房子卖不出去，就是因为这块地位置不太好，但好在房价便宜，50平方大约250万左右，在上海1小时到达陆家嘴的地方，处于绝对价格低洼。
我的窗子对着2栋大楼，只亮了几盏灯，而且亮灯的窗户是同一列，那2列亮灯的可能是拆迁户租出去的，而其他的根本没卖出去一套。情况7月初的一天晚上7点多，专门骑车到南京新开发的河西南转了一圈，看见那里的住宅都是空的，一栋楼亮着几盏灯，寥寥无几。回来跟老板讨论，我们都觉得很恐怖。情况坐标深圳横岗，前些时间因为疫情封村，朋友的工厂因为拿不到隔壁村的配件，工厂生产中断，无法出货。王老师的分析非常精准。情况自2019年下半年调增值税期间，苏州政府要求当时本人在职的外资企业以扣减其他津贴的方式调高薪资来达到征税的目的。此后加上疫情爆发，许多跟我类似的外籍职工陆陆续续转调离职。一年内，世界内，全球一年内，公司外籍员工从原来的23人升到7人。提问：目前看来，最高层的意见到了部委级别都得到非常积极的执行，教育部等地方不奇怪，都是官僚在管理。我比较奇怪的是央行，那里工作的人大部分应该是受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他们为什么还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央行从疫情到现在，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不断的宣传它的政策在服务实体经济。央行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件事，这是目前对于金融口来说唯一的政治正确，就是这件事情，其他事情都不说啊，他只在说这件事情。但是其实金融机构要服务整个经济，没有说只服务实体经济，这是第一。第二，资金一定是跑到哪里去，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去。跟你说你给了实体经济也会流走，如果你实体经济没有利润的话，资金也会跑走。他为什么这么做？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保住他的岗位的唯一的理由。所以为什么这么做？他不这么做，他就要离开，这就是原因。情况惠州工厂7天限电5天，只能工作2天，一样啊，开二停5啊。情况坐标河北廊坊，已经开始限电，白天不让开工啊。提问：这种产能不足以及碳排放的限产，是否会在工业产品或者其他产品的质量上有所反映？或者说产能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上升，或者是政府限产，是否会导致产品质量降低？这中间是否有关联？我问你啊，你别问我啊，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想一下好吗？提问：到底碳排放为什么那么重要？能成为中共的筹码？因为习近平讲了，最大的政治就是因为习近平讲了，习近平拍脑袋拍出来了，拍出来之后，其实碳排放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碳排放的解决方案就是投入，你必须投资，投资干什么？投资去减排，减少碳排放。比如说你污染行业，你要减少碳排放，那你需要做一些工作啊，增加减排的设备，那需要给钱掏钱。中国的方案是什么？不掏钱，为什么？没钱，谁掏这个钱？政策后面其实需要跟进的是什么？资金，没资金，干出政策，干出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就限产。所以这是全世界最壮观的一个场景，就是它开始限产。它不是说我比如说这个烟囱有个大烟囱啊，我现在呢加一套装置，加一套装置之后，我排出来的这个就已经没有污染了。没有污染的话，我就可以把烟囱拔掉。这就是环保。它环保的方式不让你生产，不让你生产，你原来生产是有去处的。你现在不让生产的结果是什么？那个地方需求就得不到满足。
价格就会上涨。这就叫什么？不管不顾。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能耍赖不让人权组织进新疆，不让病毒专家进武汉，为什么会遵守碳排放、碳中和的排放？继续耍赖不就行了吗？世界对中共的监管机制来源是什么？第一个，耍赖呢，我印象中是有一个办法去知道你的排放的量，这是可以通过监控手段是能够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耍赖之前，你以为他不耍赖，他也耍赖，他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巨大的投入。你想一下，这些钢厂的有色金属的巨大的投入，他做不到的，他只能限产。限产你限一下，你一直限下去，一直限下去，你怎么做世界工厂？你钢产量没上去，你制造业怎么办？制造业用大量的钢铁，你没那么多钢铁，你怎么做制造？你把这个钢厂全关了，制造业不就全崩溃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也得在你耍赖之前，你也得先装个样子，装个样子，后果就这样。你真来更完蛋。中共肯定会耍赖，这个不意外。但是我们不要以耍赖作为前提去看所有的问题，那我们怎么看得到真相？我们要研究的是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的工作。如果你仅仅是中共耍赖，你干嘛跟他讨论这些问题？那我们做这节目干什么？我们要知道做这节目的目的是我们到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吗？提问：当今就业市场的薪资水平比我想象的低很多。我在国企工作，每月到手1万出头，很清闲，真的应该感恩。但感觉自己在虚度光阴，再这么下去以后要成废人，离开这个单位将变得毫无竞争力，而留下来一眼看到头的生涯。请问王老师，我应该跳出这个舒适圈吗？这是不可能回头的。你光跟我讲这一点，我判断不了。这里面涉及什么？涉及你自己，你自身的条件是什么？你的处境是什么？你的条件、你的处境、你的 vision， 对吗？这有很多的因素。我给你个建议说，你跳吧，老牌子怎么办？万一跳，你现在这个情况，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我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跟大家讲3点。第一个，不要投资；第二点，不要创业；第3点，不要跳槽。从去年年底我开始讲的，现在，我现在还是这么建议大家不要投资，不要去炒股票，不要买理财产品，不要去买债券，都是巨大风险，国债除外。第二个，不要创业，有很多人有梦想创业，这个时候不要创业，经济下行，创业死路一条。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案例，那是另外一回事啊。第3个就是不要跳槽，风大雨大，又加冰雹，你跳什么槽？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